日本山阳地区怎么玩最精彩？这次我们不走回头路，挑战一场横跨中国地区与4国的深度冒险。从冈山出发，紧接着我们一路向西，最远走进山口县，再回到广岛，感受历史留下来的宁静力量。这趟冈山进广岛出的行程，我们收录了神话般的秘境、绝美的大景，还有藏在巷弄里的道地美食。这支影片我整理了最完整的交通攻略与行程重点。出发前别忘了先订阅我的频道、按赞并开启小铃铛。接下来就跟着我的镜头展开这场7天6夜的山阳全纪录吧。延续上一集的旅程，我们已经顺利抵达冈山的核心地带啦。在逛冈山车站美食街找水果圣诞店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超实用的情报，要赶快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搭乘虎航来的，机票票根千万要留好，别急着丢哦，因为这边很多店家，特别是那些诱人的水果甜点店，都有跟虎航合作提供专属优惠。虽然我们这次行程比较赶，没有机会实际用到，但想说一定要拍下来提醒你们。相关的优惠内容我都帮大家整理在下方的资讯栏了，大家规划行程时可以参考一下。好啦，那这集冈山之旅 EP2 我们正式开始。然后我们现在短暂放好行李，因为实在太冷，所以我就多围了一个围巾。因为去室内有暖气又太热，所以我穿不了就是毛衣厚外套。然后下面只有换了长裤，但是他一直说很冷，然后也不想要围我的围巾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就稍微散步咯。我们现在准备到附近的冈山城跟冈山后乐园。住在15饭店的好处是，步行约8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冈山城与冈山后乐园，距离表町商店街也只要8分钟的路程，用餐与购物都算便利，提供给如果要来冈山城下附近的你们参考哟。我刚刚其实搭飞机的时候就是要下来，因为我第一次就是很接近那个城市，然后我就一直在寻找那个冈山城的痕迹，可是我没有找到。但是我好像有看到那个前行沙画的那个地方，然后如果明天太赶看不到前行沙画，我觉得反正我在飞机上有看过了。他说看到那个前行沙画就会见钱眼开，没有啦，就是会发大财的意思，不是见钱眼开。其实我那时候查，佳敏，你看这个好可爱哦，可是它已经卖完了啊！佳敏，你看，好可爱哦！你有看过这种大福吗？感觉很好吃哎。因为后来也没有时间再去了，这边提供店铺资料给你们参考，是一间路过可以去品尝的可爱店铺哦。哇，乔米，你看城墙好漂亮哦！哇，天哪！位在长乐堂附近，是过去冈山城防御体系中极为重要的西侧区域。以下帮大家整理了必看重点，提供参考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就是出发了，到冈山城。几百年前的古迹耶，很不错哎，没什么飘雨，等一下就不会飘雨了。但是我还是戴一下好了，为了跟茶米一样头发浓密，快要秃头了。难怪你头发不能那个。什么啦？之后等了很久的红绿灯，我们会先抵达13公园。然
后我们现在就是走来他们的屋城，就是冈山城，因为冈山城是一个就是黑色的，就是城堡。那时候我有稍微查一下，黑到发亮的城堡。不过我觉得还是要围一个围巾因为围了围巾以后好像就没有那么冷，而且没有什么人感觉很舒服。就我跟恰米都很喜欢出来玩的时候没有什么人，然后这是樱花，这是什么樱？合金樱吗？是，它是恰米，它是樱花。他说在这附近会有几株那个樱花，就是飘散，已经快结束了。樱花合金樱已经快结束了，那个樱。合金樱节啊，下面有猫猫好应景哦！我们去搭那个，啊，很可爱耶。某某这是桃太郎被捡到的故乡，真的啦。画面左手边的小屋子是冈山城的沉船游览，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冈山城。游船过程工作人员也会介绍历史。可惜今天天气不佳，我们也太晚出发了，给大家参考哦。恰米他说下面也可以走，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最近才刚从蓝山回来，我觉得如果跟蓝山的那种河比起来的话，可能这个就有一点小小的逊色了，对吗？但是它有某某，可是这个是就是蓝山没有的，所以下次大家如果有去那个蓝山的宝金川，一定要记得去坐游船，因为其实如果没有特别讲的话，大部分的人是不太会去坐游船的，因为每次讲到蓝山的时候，大家都说蓝山你有没有去搭小火车啊？对，蓝山你有没有去搭小火车？哪里？宝专星的船坐了吗？坐了，你看，光是这个我们就赢很多人了，有没有？这边提供乘船票价及购买地点给大家参考哟。然后往桥那边走的话，就是冈山后乐园。但我跟恰米刚刚已经密切热烈的讨论完以后，我们决定就是过桥去看看。然后我们今天应该时间来不及逛完后乐园。月见桥目前分2期进行重新涂装工程，第1期已于2026年3月14日完工，呈现全新的乌橙黑外观。第2期由于梅雨及夏季蓄川水位较高，东侧工程暂时中断，预计将于2026年10月重新动工，并计划于2027年3月底全面完工。施工期间，桥梁依然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通过，就像我们这次来这样子。如果你们是2026年4月造访，能看到工程过渡期一半黑一半白的特殊景象哦。你看那里拍得到那个某某的船，他好像把天鹅船改成桃子船，所以他们下车的人叫桃太郎。某某太郎です。太郎的日文要怎么讲？七龙龙。都还没走完月见桥，后乐园区内已经广播提醒游客前往出口了。不过毕竟已经走在月见桥上，于是我跟恰米决定先去拍一下后乐园的石碑，以表到此一游，再回去看有名的乌城。话说月见桥的命名是因对岸的月见鲁而得名，古时城主在此吟诗赏月，即便现在已是钢铁结构，仍是旭川上最优美的赏月点。早期两岸全靠渡轮接驳，直到1954年，为了配合冈山产业观光大博览会，才架设了这座月见桥，成为串联冈山城与后乐园的捷径。好像可以散步外面一圈那我要在冈山后乐园那个拍，我每次看到石碑都会想拍。
到此一游，但是没有进去，可以吗？然后这个是最后入园的时间，我们已经超过了，好吧，就留给之后有机会来了。好，这边提供冈山景点套票价格，在4月的时候，有些票也都涨价咯。它那有卖一个牡蛎乌龙面，1600日元，这样换算台币是多少钱320块。320块哦，各位孩子们，但不知道它的牡蛎有几颗。昨天佳米还带我去一家，就是台湾去日本学，然后回来开定时，然后我还跟佳米很坚决的说，我不要吃牡蛎的套餐，因为我明天就要来吃了。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碎片。他们真的很喜欢竹子，然后柳树，他们的鸟叫声也特别不一样。这是掐米，郁郁寡欢的掐米。郁郁寡欢。没有，我就想要帮你加一点旁白，今天要走那边看看。对的，孩子。去冈山城。好。可以，那我们就出发前往就是正前方的那个冈山城，它整座城都是黑色的。看到冈山城的城堡，那个还是可以走对啊。那我们走进去一下。进入冈山城前，会路过这座开府400年纪念碑，它记录了宇喜多父子在此开疆辟土的功勋。仔细看，碑上镶嵌着山主家纹，代表君威的儿子家族传承的剑作江草，还有秀吉亲赐象征皇室尊荣的武七铜。不过，这座城为什么叫冈山？早年这里由冈山、石山、天神山3座山丘组成，宇喜多秀家筑城时选了其中一座命名，从此开启了冈山数百年的繁华。沿着越界桥路程，我们将经过3处关键防线。1. 廊下门，外观宏伟，上方设有木造走廊。在江户时代，这是城主往返办公区与生活区的专属秘密通道，寻常家臣是禁止通行的。穿过廊下门时，别忘了低头看看脚下，这里隐藏着冈山城最珍贵的幻之石垣，这是在维护调查时意外发现的双重结构。这层粗犷、没经过加工的石头叫做野面基，是400年前宇喜多秀家筑城时留下的原始真基。从地底到地表，你可以看见石垣从粗糙到平整的进化过程。这些石头上的刻印标记，更是当年动员数万人工与豪族的铁证。2. 不明门，通往天守阁的最后关卡。因为门内是藩主及私密的本段区域，平日大门深锁，所以才被称为不明门。穿过这里，壮观的黑金建筑就会耀然眼前。
3. 铁门基过去曾以铁皮包覆，坚固无比。虽然建物已经不在，但光看这雄伟的石垣基座，就能感受到当年的铁血防御。冈山城天守阁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有趣的细节。战国第一阔少城主宇喜多秀家是秀吉的养子，他耗时8年以安土城为蓝本打造这座豪宅。然而关原之战后，他从坐拥57万石的权贵被流放到八丈岛，晚年竟然要靠采野菜度日，人生起伏，令人唏嘘。乌鸦美学与白色的金鹿城相对，这里因外墙涂满黑漆，被称为乌城。全黑的底色是为了衬托金色的奢华装饰，展现绝对的威严。隐藏的金桃，身为桃太郎的故乡，屋檐上装饰着日本罕见的金桃瓦。除了外形讨喜，更有驱邪避凶的含义。不对称的基座，不同于常规的矩形，这里的天守台是罕见的不等边五角形，让这座城在不同角度下展现出多变的姿态。人工河防线，眼前的旭川其实是秀吉当年强行改造，然后人工挖掘的护城河。而门口的治水纪念碑则诉说着这场400年前工程背后的遗憾，直到后来的百间川工程才终于解决了困扰已久的水患。在离开前，一定要来看看这座与众不同的白色建筑月见炉。不同于重建过的天守阁，它是冈山城唯二躲过1945年战火，从江户时代初期就屹立至今的原始真迹。它是军事与优雅的结合，墙上的石落孔随时准备防御旭川的敌军。但到了夜晚，这里又是藩主宴饮赏月的私房景点。这座雪白的国宝与后方的黑色屋城形成了冈山城最经典的黑白对应。从后乐园的庭园漫步，到地底石原的考古发现，再到这座奇迹生还的月见炉，我们不仅看见了黑金美学的威严，更见证了400年岁月的流转哦。Gotta find my way to you, even though you're next to me. No matter what I do, your heart is drifting out of reach. Head underwater, I'm swimming harder, trying to keep this alive. Gotta find my way to you, now that our love has capsized.阔少的豪情壮志，到今日守护城市的旭川，冈山城不只是一座建筑，更像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。但在这片黑金美学之下，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威严，还有岁月流转后的宁静。冈山的故事还没说完，这趟旅程的精彩也才刚要开始。我是呱呱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